全民来公审，人民是头家，欢迎收看全民公审。全民公审是一个关注法税改革的节目，没有党政色彩，为您揭露台湾法税您所不知道的黑暗面，以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来为全民发声，找回公理与正义。近期为线上直播，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欢迎大家订阅、收看、点赞和分享。各位观众，昨天总统大选刚刚结束，1月13号，我们的人民选出了第16任的总统跟副总统。更重要的是，有超过1900万的人民来参加这一场全民选举的活动。台湾的民主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而五权分立里面，司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人民收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必须要靠司法来平反。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高喊的司法改革，但是根据2023年3月2号的新闻报道指出，人民对着司法改革的满意程度呢，却只有30%，超过80%的民众认为检察官的办案呢是受到了政治力的影响。这一次的民调凸显出民众对于司法，尤其是检察官的办案呢，极度的不信任。民调更发现司法不公，前2名呢分别是第一个法官乱判占 35%， 还有第2名呢是司法是有权有钱占2%，这2项就高达了50%以上，印证了民间对于司法一直以来的质疑，更是显示我国现在的司法制度的结构以及制度性的问题。种种的因素表示，司法改革不但不见成效，甚至是反向倒退。司法节是始于1943年的1月11号，我国跟美国、英国等国呢签订了平等新约。这个时候废除了我们的治外法权之后呢，我国的司法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独立。所以政府呢就定1月11号为司法节。这一天在我国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因为这表示我国的司法权能够获得完全的独立。司法完全独立的司法应该要属于我们的全国人民，因为司法权的运作要由人民的观点出发，维护人民的权利为福祉，为司法的宗旨。今天全民公审为司法节的特辑呢，我们的主题是论史上最荒谬的人权破坏案件。我们要来探讨到一件太极门1219事件。到底为什么1219事件到现在超过了27年，却仍然无法平反？在我高谈司法改革的路上，为什么一件假案到现在国家都没有办法还给人民清白，甚至于还沦落到土地被国家强行拍卖、强行收归国有？这一件人权破坏案件是历史上历时时间最长、受害人数最多。到底为什么台湾这个号称亚洲民主灯塔的国家没有办法解决1219事件？1月9号司法节前，由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台湾总会、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等等的民间团体，在台湾大学林泽馆举办了对司法独立性探讨以及期许，以太极门案例为例的论坛，邀请到关于台湾还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呢有2个非常著名的国际社会学的专家，分别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荣誉教授艾琳巴克教授，以及意大利寒冬杂志总编辑马西莫因特罗维吉，特别来台呢来参加交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针对这一场论坛所制作的影片精华，请看。1月9号，由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台湾总会、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法税改革联盟等20多个民间团体，邀请超过20多位国内外人权学者专家，在台大林泽馆举办司法节论坛，探讨台湾司法之公正与独立性。前司法院大法官暨副院长陈仲谋先生强调分权的重要性，但在全球知名的太极门1219假案中，分权制衡的力量却遭受阻碍。没有分权，什么都不要说。这个分权是应该接受三权分立的，最高是最高法院，最高是国会，最高是总统，分别3个。
互相牵制，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因为人有惰性，这是司法的行为，应该是受到全民的尊重。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同时也是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陈志龙教授，则列举4种脱离圈套的办法，并呼吁平反假案才是民主国家应有作为。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呢，全部都是他们家的人，还有税法也都是他们家的人。我们的官僚呢，都不是依法行政，也不是没有法律文化。就像陈仲谋老师讲的，台湾没有法律文化，台湾只有谁是有 power， 谁就可以吃定别人，都是流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关键在于嵌套。因为有嵌套呢，所以台湾的一府五院呢都不能平反假案，所以你在讲什么条文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只能够期待总统呢，蔡英文总统他来自英国，希望他能够第一个呢摆脱这些嵌套，把嵌套解开。台湾这么明显的假案还不平反，天没有天理，法没有法理，人没有人理，没有道理。荣获2020年美国宗教社会学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 Eileen Barker 于今年初特地飞来台湾，亲自走访并深入了解太极门假案受迫害过程，并在论坛中指出，台湾的民主并未达到应有标准。It would seem clear that Taiwan is falling below its own standards as far as the Taiji Men case is concerned. The rule of law is believed by most people to be a good thing, but that is only the case if the laws are just and fair, and if they are followed honestly by legislators and implementers of the law, rather than being perverted for perverse motives. Well, I find the Taiji Men case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ve been studying minority religions and spiritual movement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Taiji Men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looks, from what I can understand, as though this i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could be very easily solved. And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completely why for 28 years, but it still seems a very unnecessary state of affairs, and I certainly hope that this can be sorted out soon. 国际知名人权杂志《寒冬》的总编辑 Massimo Introvigne 博士表示，经历过漫长威权统治的台湾，更应尊重不同的差异，并保障人权，落实法治精神。Those who disagreed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persecuted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and the martial law periods. And even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the rule of law was not totally and immediately guaranteed, nor was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d today we should repeat and affirm that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without respect fo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minorities. Transitional justice dictates that all the cases should be rectified too. It's not enough that there are no new cases, you should also solve the old cases. Let me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it is not too late and it will never be too early to restore justice for Taiji Men. 国内外学者皆共同呼吁台湾政府勇于面对错误，并依行政程序法117条解决长达28年的太极门假案，让国际看见台湾展现民主自由决心。其实，就像前司法院大法官暨副院长陈仲谋表示，
这一个重大的冤错假案应该要解决。他希望在大选之后呢，有魄力的总统要能够来解决这件事情。而昨天呢，我们也选出了下一任的总统，在此更呼吁了小英总统以及赖清德总统能够尽快的解决太极门案件，不要再让太极门案件延宕到28周年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4位来宾来为各位深度的说明太极门1219事件，这个史上最荒谬的人权破坏案件。我们希望透过分享，呼吁法官、呼吁官员都能够良心觉醒，真正做到转型正义。同时也邀请到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大力将这个直播的连结分享出去，因为你的一份关注能够督促台湾人权司法的进步。接下来我们邀请今天的几位特别来宾。第一位，让我们邀请蒋瑞琴律师，我们请蒋律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蒋律师请。主持人，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好，第二位，我们欢迎林光炫会计师，我们请林会计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会计师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我们欢迎太极门弟子小贝，我们请小贝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小贝请。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贝，也是一名太极门弟子。第四位，我们欢迎国小老师阿健老师，我们请阿健老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阿健老师。主持人好，线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健老师。好，首先我们请蒋瑞琴蒋律师为大家从2公约来看太极门1219事件。蒋律师请。我们知道啊，台湾因为那个政治因素，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也没办法签署国际公约啦。可是为了使我国的法治人权水准跟国际接轨，从2009年开始，立法院他就以说，通过施行法的方式，把很多人权公约，把它有国内的法律的效果。那它位阶上是在宪法之下，可在一般法律之上。那第一步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2个公约，我们通常简称人权2公约施行法这样子的方式。那到现在已经陆续通过5部人权公约，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那这个立法意旨虽然是非常良善，可是它缺乏那个配套的措施去鼓励或者是推动，所以效果非常有限。那我们来看第一张投影片，根据2020年国家人权报告，2015年到2019年的判决，它引用2公约的件数只有100多件。那各位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我们一年那个判决裁判数是200多万件。那你看200多万件对100多件，这个比例实在是太悬殊到根本是可以直接忽视了，所以根本是完全没有效果。更现实的问题是说，有一些判决它只有形式上的引用2公约，可是它根本没有发挥实际的救济的效果。譬如说，我们请看第2张投影片。公政公约第14条有规定说，人民他有受有独立无私的法定管辖法院公正公开的审问。那其实啊，公平审判也是我国宪法第16条保障的诉讼权。然后而且公平法院它就是公平审判的核心关键。那为了确保说裁判的公正性啊，避免法官因为各种因素啊没有办法公平公正的审理，所以我国在各个诉讼法上都有法官回避制度的设计。但是啊，司法实务界关于法官回避制度的讨论，通常偏重在刑事案件，而且过于重视那个上下省级的关系，他没有着眼在说，这个意旨应该是要人民受有没有受偏见、没有受歧视这样子的公平审判法院的权利保障。使得我国对于那个一直以来对于什么叫做参与前审的法官要自行回避的这样子的见解都过度保守。那目前法院都认为说，如果你法官只是参加说前审
前审的调查程序，你并没有参加审判的话，并没有参加判决的话，就不用自行回避，而且根本可以不附理由就可以拒绝回避。这种其实是我们认为说是对于法官回避事由的限缩，它并没有符合立法意旨那个公平审判的意旨。那加上说关于申请回避，人民申请法官回避的这一部分，目前法院认为说，什么叫做法官有偏颇之余，这样子的适用态度也过于消极了，所以也难以发挥说申请回避的功能，造成法官回避这个制度呢，在实务界根本几乎是名存实亡啦，使得说，那个公政公约第14条所强调的人民有受公平法院审判这样子的保障是严重不足的。那我们再看下张投影片，以台湾著名的冤假错案太极门案件为例，当初针对80到84这5个年度的违法处分的审理是系属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那时候负责审理的受命法官是黄淑玲法官。那他总共开了4次庭，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证据调查，然后而且已经把准备程序终结，要准备进行辩论的时候，他突然被调到最高行政法院去，那由徐武峰法官接手。没有想到接任的徐武峰法官他私下去跟国税局调了那时候侦查期间的那个侦查笔录，然后在辩论的时候没有逐一的提示要求双方进行辩论。然后就把辩论程序终结，然后呢驳回了81年的处分可是把其他年度的处分撤销，做成这样子很荒谬的割裂判决那针对81年度呢，那个太极门掌门人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以后，没有想到呢又轮到说那个黄淑玲法官来审理这个案子。可是黄淑玲法官他却没有依法回避然后就直接驳回太极门的上诉导致于人民在这个案件中根本没有受到公正法院审判，而且他的省级利益也完全被剥夺。我们都知道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这种法官他已经参与到前审已经完成了整个调查程序，他却没有自行回避，这样子的判决事实上是法律规定的判决当然违背法律的事由，应该是要被撤销的。那关于法官回避的问题在2020年国际人权委员来台审查的时候由于说世界公民总会这些人权团体的质疑所以他们也有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们请看下一张投影片然后所以在在2020年5月13号第3次报告的审查意见的第82点人权委员他就有指出说，根据国际公平审判的标准，如果先前他已经参加了预审程序，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出于调查措施的数量跟性质等考量，如果判决的公正性可能引起合理的怀疑的时候，法官就不应该要参与案件。没有想到在去年就是112年8月14号宪法法庭他做成的112年宪判字第14号判决，他仍然只聚焦在讨论说什么是前审那还是很保守，认为说你这个还是要限于做成判决的法官才有依法才要有依法自行回避那所以那个宪判字14号其实引起法律界很多的检讨的声浪那从这样子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国对于司法人权的保障仍然急需要提升。谢谢蒋律师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太极门税务冤案是严重违反宪法以及国际两公约，更违反世界人权的普世价值。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林光炫会计师为大家说明太极门的税务冤案，这个用补习班学费课了6年的所得税，到底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争议问题？我们请林会计师。司法节刚过，而司法改革一直是台湾人民希望政府能做的一件大事。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各级法院盖得越来越富丽堂皇外，司法改革成功了吗？我们可以由已含冤27年的太极门税务冤案来检验
政府司法改革的决心。太极门自民国55年成立到现在，师徒相传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只有81年度的净司理有所得税的问题。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案子。但是国税局以检察官不实的起诉书相关资料为依据，对太极门弟子赠与师父的净司理以补习班的名义课了6个年度的综合所得税。那接下来呢，我就用投影片依时序来跟各位简单说明。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86年4月9日，侯宽仁传讯史月生做伪证，污指太极门是补习班。事后史月生也接受那个记者的访问，他承认当初是配合侯宽仁做伪证。台湾省教育厅在民国86年有一个函释，说气功的传授是属于民间技艺，依规定不准设立补习班。那国税局明知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却在86年12月就仅凭检察官不实的起诉书的资料，以补习班名义发出违法的税单。86年到88年间，教育部已经多次发函，并在立法院公听会明白表示太极门不是补习班。那在当时的公听会上，当时的台北国税局局长张胜和、中区国税局局长杨崇华都在现场。可是我们很遗憾，他们两个最后还是以补习班名义开出违法的税单。那在87年，台北国税局曾经函中区国税局，自己承认说太极门的案件是由调查处查的，他根本没有查。那我们知道，在这个6年度的发的税单，台北国税局是中区国税局的代查机关，那连代查机关都没有查，那中区国税局根本没有依据来开出这个税单。好，那我们看下一页。89年，台北国税局也函台北市调处，自己承认他当初这个税单的核定的内容、性质、金额都是以调查处通报的资料与核算为依据，也就是说，他对外承认了当初发出税单根本没有查。91年，监察院调查出侯宽仁检察官的8大违法，并移送法务部从严就责议处，而且认定起诉书与证据资料汉格矛盾，即予提出公诉，违反证据法则。也就是说，国税局用这样很离谱的证据来课税，根本就是一张无中生有的税单。那很遗憾的，在民国94年5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对81年的中所税案作出背离事证的枉法裁判。96年刑事3审判决确定太极门师徒没有罪，没有诈欺，没有漏税，并认定净司理是赠与的性质，属于免税所得。也就是说，依台湾的税法，根本没有课所得税的问题。98年监察院调查指出，国税局在课太极门税的时候，涉及没有厘清所得性质，未善尽核实调查核定之责的7大违法。这个就是表示说，监察院也调查出国税局当初开出的税单根本是没有查。好，那我们看下一页。101年，国税局对净司理性质终于做了实质调查，7401份回复国税局的调查显示，全部的回函都说净司理是赠与。这样的结果与96年刑事判决所呈现的结果是一样的。101年，台北国税局在公告调查后，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102年，81年案的处分机关中区国税局，在82到84年的重核复查决定，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但是81年案还是以补习班名义来强行课税，并抢夺民产。107年，最高行政法院在第422号判决指出，太极门是气功武术修行门派，而且表示81年度的中所税那个确定判决，根本就来不及审酌刑案判决，
还有公告调查所认定的正与事实，也就是表示81年度那个确定判决是一个枉法裁判。好，我们看下一页。108年，国税局将当初依起诉书开出6个年度税单中的80、82到85年5个年度的税单更正为0。所以呢，我们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案子很明显的81年中所税案是国税局无中生有的税单，本案100%是冤错假案。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林会计师的分享。从刚刚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其实81年度的所得税，它的课税名誉错误，法官枉法裁判，还有未审酌新事证，而且也没有更正判决，这是一个100%的冤错假案。各位，其实原处分机关就算有错也没关系啊，因为该机关明明可以用行政程序法117条撤销原来的错误处分，但是呢，政府却死不认错，真的会让人民欲哭无泪。接下来我们邀请小贝，他是一位太极门弟子，今天他要跟大家来分享他自小在太极门练功，遇到了太极门1619的事件，他真实的经历。慢慢请小贝。太极门的案件发生在民国85年的年底，那一年我才小学4年级。同年的8月4号，我们全家呢也都成为神器家族的一员。虽然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才入门4个月，但在这4个月，我所看到的，我所体会到的，都跟电视新闻报道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所以在看到新闻报道的当下，我跟哥哥还有弟弟也是非常的傻眼跟错愕。而且当时候报章杂志、新闻媒体每天不断的在播放着未经查证的事实，也让我们所有太极门的师兄师姐承受许多家人的不谅解，以及社会上指指点点的压力。我也曾经有经历过这种感受。在案件发生不久后呢，我们还是一如过往的，就是到道馆去练功、去研修。那有一天呢，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就路过了士林夜市，想说可以进去吃个宵夜。那没想到我们穿着练功服一踏进士林夜市的时候，所有的摊贩都对着我们一行人指指点点的。那时候让我心里也很受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吃宵夜。那但同行的大人师兄师姐呢，就不断的鼓励我跟安慰我说，我们没有错，我们不用害怕。那我想呢，大家也都知道，太极门的案件呢是始于侯宽仁的违法滥权。那他独有的办案风格跟流程，我想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啊。他身为检调人员呢，却处处的违法。那这边呢，就跟大家用一段简短的话语呢，跟大家简述一下太极门的案件的状况。当时台湾的时空背景，社会呢正面临宗教扫黑，那太极门呢遭到有心人士不实的检举。当时候呢，新竹跟高雄两地的地检署也有收到检举的黑函，那也有到两地的道馆呢去进行过调查。那最终呢，都是因为没有查到违法的事证，所以就是无罪结案。但是当时候的时任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却违反了一事不二查的原则，在85年12月19号当天，又违反了侦查不公开原则，带着大阵仗的媒体直闯太极门全省12处的道馆及部分师兄师姐的住所，共19处。那太极门的师父、师母及2位资深的师兄师姐就被羁押了。好，那从羁押的隔天到公布起诉书，只开了3次侦查庭，问了13句话，共29分钟。草草办案第一名人员真的非侯宽仁莫属。更夸张的是，在起诉书的文件当中，竟然也出现了养小鬼，我从他的眼神当中闪过一丝阴影等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事证，都可以当成他的起诉书内容。好，那这一段呢，将近300字描述太极门的案件中呢，就有3处的违法之处了。第一是违反一事不二查原则，第二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第三，办案用毫无科学根据的事证来当作证据。
那这也难怪啊，事后呢，监察院就主动针对侯宽仁侦办太极门的案件呢，去主动做调查，那也列举了8项重大违法缺失。真的也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竟然养出这种检调人员。太极门的案件经过了10年3个月，刑事法院1、2、3审，前后14位法官共开庭58次，花了9570分钟调查审理，审理约200位证人证词，甚至进行交互诘问，太极门全部胜诉，并在民国96年7月13日3审判决确定无诈欺、无漏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并认定弟子呈现给掌门人的净施礼金是赠与，弟子间代办并非盈利贩售，创下社会瞩目案件无更审记录之首例。无辜被羁押的师徒4人亦全部获得国家冤狱赔偿。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沉冤得雪，可以开心庆祝我们的案件终于可以结束了，殊不知我们花了10年多从司法的黑洞爬出来，但却又跌入了另外一个法税的黑洞。我的心中就充满了许多的问号，为什么连最高法院判决都无罪的案子还不能终结呢？台湾的各种体制之下，到底还有多少个黑洞？这些也都彻底的颠覆以前我在学校所学习到的知识。而这个法税的黑洞，受害者不仅仅只是太极门的师徒，也让台湾许多人深受其害，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例如叶阳春、L 博士、陈清旭等等。那如果这一些呢不合理的体制再不更正的话，那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而已，而你跟我都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太极门的案件被法税学者称之为法税228事件。就如前面所述，太极门的案件是源自于侯宽仁检察官的违法起诉，司法已还太极门清白。监察院呢也有指出，侯宽仁调查太极门案件有8项重大违法缺失。太极门的税务案件是由刑案衍生而来的，那既然呢刑案已经获判无罪了，那税法案件呢理应要被撤销才对。而且1府5院都曾经运用各种方法，发文、举办公听会等，明确告诉财政部及国税局要依法撤销违法税单。但是呢，这2个单位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嘴巴上答应要撤销，但另外一方面又一直拿着无效的起诉书对太极门持续的开出违法的税单，甚至联合执行署违法拍卖太极门位于苗栗山区的修行道场预定地。在国内，这个案件呢已经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在探讨，点出政府不合理的地方，呼吁政府要改革。在国外，之所以会引起国际的重视，就是因为有太多违反宪法及国际人权2公约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国际人权专家争相的在关注这个案子，尤其是在2021年7月13到7月15举办的全球规模最盛大、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动——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2场攸关正义的问题太极门案研讨会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短短的半个月，就有超过200个国家的媒体争相报道，太极门师徒受到宗教信仰迫害的新闻遍及全球。太极门的案件已经迈入了第28个年头了，到目前为止都还无法彻底的被解决。有多少我的师兄师姐等不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历任的执政政府嘴巴上喊着要改革要改革，但是实际上能够改革的人又有多少呢？其实不管是谁执政，台湾人民要的只是一个真正能为人民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可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政府，而不要一个只会喊口号，碰到选举就打口舌战的政府。谢谢小贝。相信
太极门师徒上万个家庭遇到了129事件所受到的委屈以及受到的歧视、霸凌，都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其实更可恶的是什么？是从后威权时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4位总统，到现在呢，还是没办法解决，这就是浪费人民的时间跟金钱。但是我们相信，正义不是等不到，只是时候未到。接下来我们邀请阿健老师，他同时也是太极门弟子，我们请他来为大家分享太极门1219事件对阿健老师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哪些。阿健老师请。大家好，我是阿健老师，目前是一位国小老师，从事教学工作已经4年多了。而我还没有从事教职工作以前呢，是一位金控公司的银行经理，我的银行资历也有24年多。回想自己当初在银行上班，从一开始的小行员开始奋斗，对于刚进银行的我所遇到的紧张和压力是非常的大，造成自己的身心状况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幸好当时经由同事推荐，所以呢，我在1995年进来太极门练气功。练功之后呢，身心也有获得极大的改善，让我在银行的工作更有自信，也更有效率。后来一路顺利晋升到银行经理，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太极门改善了我的身心灵状况。但是很不幸，在我练功1年多之后，在1996年12月29日当天，太极门竟然被当时的检察官侯宽仁违法起诉，以养小鬼、诈欺、逃漏税等罪名起诉。当时侯宽仁检察官更找来国税局的税务人员史月生做为证。国税局呢，在还没有实质调查，就对太极门开出天价的税单，扣押太极门的财产，并利用媒体大肆报道，将太极门形容成一个邪恶的宗教团体，让当时的社会大众对太极门造成极大的误解和伤害。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实施周休日，银行呢星期六是要上班半天的。那时候我们银行规定星期六是我们行员的便服日。所以呢，在一次的星期六，我穿着太极门的练功服去上班，结果当场在银行的营业厅被我们的经理要求当场把衣服给脱掉，也曾被自己的亲友误解、谩骂等等，如此种种的羞辱事件呢，也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虽然太极门经历10年7个月的漫长司法审查，最后最高法院在2007年7月13日3审判决确定太极门无诈欺、无逃漏税、无违反税监稽征法，还太极门一个清白乐。照理来说，3审判决确定之后，国税局应依照判决结果撤销违法的税单，返还太极门被扣押的财产，但是并没有。国税局呢，能对太极门继续发出违法税单。之后，在2010年6月17日的立法院公听会召开跨部门会议，当天出席的政府部门有立法院、财政部以及中区国税局等单位。当时呢，财政部次长张胜和以及中区国税局副局长萧树春呢，在会议中公开同意撤销太极门的违法税单，并承诺在2个月之内终结太极门税务冤案。但是直到13年后的今天，财政部国税局不但没有依照当时的承诺撤销太极门的违法税单，甚至还在2020年联手行政执行署呢，强行违法拍卖太极门位于苗栗的修行预定地，以蛮横的手段将太极门的财产收归国有。我记得小时候读书，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讲信用，不可以说谎，更不可以欺侮同学。长大之后进入银行工作，银行行员也是以诚信为最重要的前提与指标。没有诚信，再高的学历，再漂亮的金融背景，也将如同泡沫一般，甚至还会导致金融弊端，影响国家经济呢。政府官员没有诚信，将使人民对国家失去信心，进而影响国家对未来发展与国际的声誉。而这些违反的政府官员，在太极门的假案上面，彻彻底底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也让现在身为老师的我，每天都在思考要如何教育我的学生，将来不要成为一个像这样不知悔改、没有诚信、没有良心的人。我相信全国的教师，如果知道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呢，将来成为一个没有诚信、然后是昧着良心在做事情的人，霸凌欺压百姓的人，我想这些老师应该都会很痛心疾首吧。另外，我觉得政府部门还存在的奖金制度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政府部门是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不是盈利单位。公务人员的工作表现也是依照公务人员考绩法核定，不应该在编列什么奖金预算呢？去引诱那些不法的官员，为了贪图奖金而泯灭良心。国税局的官员呢，为了奖金，他是不是可能就去违法课税？
行政局的官员呢，为了奖金，他是不是有可能去违法执行？这些贪图奖金的官员，可能利用公权力来侵占人民的财产，强害人民的权益。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学校也有奖金制度，只要学生的考试成绩100分，政府就会发给老师奖金。那么老师会不会只教那些聪明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把那些学生的成绩全部都篡改成100分，也不管学生到底是真的会还是假的会？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奖金制度啊！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废除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金及执行奖金。谢谢阿健老师。各位，2010年台北国税局局长林中原局长在政大演讲的时候高唱你是我的眼，鼓励学生呢当什么？当国税局的眼线来检举，领取检举奖金，可以到多少？最高可以到480万。这样子的廖北亚的行为呢，最令人所不齿。各位小小年纪就被灌输这种不当的观念，难怪大家都说我们的教育失败。这样子的教育方式真的会毁坏的人民以及孩子的三观，他的纯粹心灵。有一句俗话说，这就像大派人囡仔大小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一支影片，为各位观众说明，其实刚刚提到的太极门80到85年度的6个年度的税单，那到底为什么会独留81年度的税单呢？麻烦请。正义，这是一段摧毁正义的真实故事，嘛是现今社会上罕见的师徒正义。师徒是中华文化中保留落来的优良传统。李师傅甲弟子之间的情谊，就如同爸囝这一般。今日太极门师徒以身试炼，发誓深奥，在遭受冤屈的苦难中，悠然勇敢捍卫正义，牵手同心，坚持真理，经从中看见了向人之苦。师徒共同走过艰辛，并见证了真情，一部为正义奋斗的血泪史。正义，正义第9集。继续，咱来讲，针对着国税局傲慢无理的推价，太极门当然嘛提起了行政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开了几摆庭，都发现讲国税局的荒谬啦。在2015年撤销了1996年度的违法税单，国税局上诉了后，嘛正紧就伫同一年被驳回。虽然讲太极门伫行政诉讼赢了几6摆，但是去有几拍条同款几大强的行政法院，搁再创下纪录。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互咱人民见识到说，什么是恐龙法官的最高境界啊！2017年3月7日，中高刑的法官林秋华、曾金昌、刘锡贤这3位法官，因完全无得看证据甲证词，就1991甲1993至1995这几个年度4张税单，竟然判决讲太极门败诉啦。审判长林秋华甚至呢面也袂红，拢袂歹势。在记者会当中，竟然敢讲我都年岁大啦，看了真紧就去袂记啊。敢若讲伊家己老搁看过就袂记，对人民有利的证据，这种话也讲会出来。太极门冤税案被专家学者甲讲是法税第2撇开案件，这个判决文件也呢拄好刚好，就是第228号啊。中区国税局的代查机关是台北国税局，6个年度的课税方法，因所持的事情完全拢一致同款的。台北国税局的税单已经去北高刑以及最高刑4摆判决甲撤销去，
但是咧，中高雄的林秋华、曾金昌、刘锡贤这3个法官，竟然呢无得插这4摆已经撤销的判决，又然阁判决其他年度是败诉的。根据司法院统计资料，2012年林秋华审理68件，刘锡贤56件；2016年曾金昌54件，总共伫178件的税务诉讼，因拢全部判人民是败诉是输的啊！代理着这178个案件的律师、会计师，全部拢被拍倒。咱人民拄着这种的法官，咱要安怎会有活路咧？阁有看官？案件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了后，法官因本意讲证据法则以及伦理法则，就伫2018年7月26號以422號的判決哦，最終判決太極文勝訴，判太極文贏就對。最高刑這一份422號的判決，認定國稅局課稅處分是違法的，這就選了第228號，這場判決是枉法裁判，並且在決斷21年後，頭一擺認定講太極文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而且認定國稅局所講的學員名冊攏是政務見證書，7401份聲明表，該是表明警司咧為政務。在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伫判決特別也閣強調指出講，1992年度稅單迄時，阿伯府審作着的刑事判決所確定的政務事實，以及2011年國稅局依照行政院跨部會議進行公告調查所處置的7401份聲明表，攏是證明警司咧是政務，而且中區國稅局嘛已經有承認太極文唔是補習班，這係新的事實、新的證據，所以國稅局未當擱再以1992年度總所稅判決來主張扣稅。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哦，按刑事判決到公告調查，唯一的事實就是警司咧是政務。那警司咧是政務，行政機關應該就要當面對錯誤依法撤銷。人咧講的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啊！最高行政法院422號判決太極文勝訴了後，將案件發轉予中高刑去更審。2019年9月10號，中高刑承審法官明確表示講，這個判決應該要受到最高行政法院422號判決，要予這個來甲拘束。也基於講，此案已經拖了23年，理解講人民長期訴訟實在是真忝的苦難，並且希望會當節省行政甲司法資源。當場呢，叫雙方面要依法來和解。所以2019年11月12號，中區國稅局基於最高刑判決的意旨，也就是第422號，將1991、也到有1993、1995這4個年度，含警司咧相關的課稅處分，攏更正為零。同一年12月，台北國稅局嘛甲更正課稅處分，將1996年度
和警司咧相关的课税处分，拢经正为零，拢无税得到啦。但是中区国税局煞无得插422号这个判决，已经就认定1992年度是错误的违法税单这个事实，竟然呢唔肯将1992年度税单一并经正为零，甚至搁将该税单该违法移送执行，在2020年的7月、8月，含执行署联手强行拍卖太极门师徒因修行道场的议定地。早就伫国税局含执行署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10年前，2010年6月17号，立法院就曾经举办了保护租税人权终结万年不死税单的公听会。迄当时除了各党派立委以外，还佫有真侪财税官员、学者专家、各界代表等呢，超过几百人参与着会议，客满了现场。在立委甲各界代表为太极门发声了后，财政部国税局答应讲现场的决议，就是讲答应撤回1992年度综所税的强制执行，并且有承诺哦，要伫2个月内面解决太极门税务案件。财政部甲中区国税局拢当场答应人民也拢听到了。这一场立法院的公听会了后，同一年2010年7月，财政部发函要求中区国税局撤回执行，嘛发函予田秋瑾、涂信哲、周守训这委员，表示讲已经要求中区国税局依税关基征法第40条撤回执行。同一年7月，新竹执行处已经收到中区国税局发函，要求停止执行。中区国税局苗栗分局有伫同一年的8月27号，行文要求新竹执行处根据讲行政执行法第9条第3项的迄个但书，停止执行拍卖。可惜咧，政府失信于民新竹执行处并未停止执行，甲继续落去中区国税局有无守信用，嘛无撤回强制执行，有无伫2个月内面解决太极门的税案，拢骗呢，公然欺骗立法委员、社会各界的代表，甲全体太极门地主，完全是踢破信用，失信于民咱讲中区国税局并未撤销1992年度的错误税单，行政执行署甚至也搁查封了太极门道馆，因此太极门另外向北高雄提起了行政诉讼。北高雄2020年5月甲7月2度发函予中区国税局，并且搁附文通知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认为1992年度应该要和其他年度是一致性的处理，经正为零，并且依照税关基征法第40条撤回执行，以符合着最高行政法院第422号判决的意志。可惜中区国税局甲新竹分署呢，完全无要插北高雄的函文，执意继续执行中区国税局甲新竹分署在2020年7月31号违法进行第一次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在太极门地主的抗议声浪当中流表去。2020年8月21号，佮违法进行第2次的拍卖，再次流标。第2次拍卖流标了后，台北国税局甲中区国税局直接就甲声明共同甲承受，将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强行甲收归国有啊！国税局行政执行署以及新德分署知法犯法，联手完成强抢民产。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甲国税局明知影讲，1992年度迄是错误的税单，煞联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的土地，明知影执行停事是违法的，而且已经触犯了刑法第129条违法征收罪，也搁执意要执行此案。太极门师徒虽然强烈要求政府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呐，但是啊，执行署也是向下甲跳落去到万丈的深渊啊！各位看官，故事讲来到这，又阁是需要来过一个段落，互咱绝对想袂到，号称民主法治的台湾，伫今仔日竟然还阁会当发生违法官员联手来强抢咱民产。国内外专家学者又阁如何声援着太极门呢？请继续收看正义第10集。我们将继续请蒋律师为大家讨论太极门八行年度纵所税案的行政诉讼，到底还有哪些枉法裁判的争议呢？慢慢请蒋律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法官回避的问题，目前台湾的行政法院它因为没有严格遵守说要稽政机关要尽举证责任，而且跟刑事诉讼或者是民事诉讼比起来那个行政法院的法官比较不重视证据的调查，甚至我们有看到很多个案件，法官即使依人民的申请已经调查了证据，可是呢，在判决中，关于证据一个字都不用交代，都没有交代，就直接驳回了人民的起诉，然后这种种的现象导致目前行政法院的胜诉率人民都不到1/10啦，而且行政法院对于人民对于人民对关于那个确定判决申请再审它设有5年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超过5年即使你有很明确的证据，你也不能再提出再审。然后所以这个人民的救济受到很严重的侵害，这样子。尤其是现在行政法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说，其实刑法跟行政法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只是质量上的差别，所以这些都是公权力加诸在人民身上的负担。可是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它针对再审并没有期间的限制那可是相较之下，行政诉讼法它关于再审5年的限制，就会使得错误的课税处分错误的行政处分变成一个国家的暴力。我们想要试问说，难道一件错误的事情，因为时间经过了5年，就会变成对的吗？加上现在法院对于那个违法的行政处分，他认为说，你只要经过实体的判决，就不能适用行政程序法第117条来撤销。那这样子的见解，跟那个法条的原始被寄受国，也就是说德国，它的规定跟德国的所有的实务上的见解、学界的见解都不一致，人家都认为说这个117条并不会因为说你已经经过判决就不能够用的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台湾法院的见解广受学者学界很严厉的批判，可是都一直没有改变。那因为这个再审5年的限制，加上说法院关于行政处分认为说，只要经过判决你就不能适用117条，这样的错误见解，
使得人民你如果遭受到枉法裁判，只要经过了5年你就会没有救济的程序。那这样子的情况明显的违反公政公约第2条规定说，任何人他所享有的公约上所确认的权利跟自由，如果遭受到侵害的时候，国家都有义务要给予有效救济，都要给予有效救济，即使是公务员，即使执行职务所犯的侵权行为，这个也是不例外，就违反了这样子的精神。虽然呢，两公约施行法第8条有规定说，政府机关应该要检讨你主管的法令措施，如果有不符两公约的你在2年内你就要完成修正。可是呢，两公约施行法到现在施行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了那行政法院对于再审5年的限制，一样没有修正。那法院他也没有改变这个对于117条错误的见解。我们再请看下一个投影片。以太极门的案件为例，那个教育厅在86年的函释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说，气功它是传统的武术文化，根本不能设立补习班。那教育部他也2度发函，甚至在公听会上强调说，太极门的确不是补习班。国税局他却以补习班学费的名义来发单课税。明明国税局他在事后的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已经证明说，他之前认定太极门是补习班，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而且他也自行在那个复查决定上说，太极门的确不是补习班。然后他也因为认为说，他的处分是错的，所以他也更正了课税处分，认为说根本不用课税。那这些证据都已经证明说，你81年度的课税处分是错的，处分是违法。可是人民在以这个明确的证据提出再审的时候，最高行政法院他却仅仅以说这个案子已经超过5年了，就程序上给予驳回，根本不给人民一个救济，以至于说这个广为人知，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冤假案的太极门案件，却没有办法受到有效救济，甚至太极门的修行圣地还因为这样子被违法的承受。那我们请看下一张投影片。太极门案件它被专家学者称为是法税照妖镜，法税228。这个案子呢，不仅最高法院判决无罪无漏税，没有违反税捐稽征法，监察院也2度调查，而且把它列为是重大人权保障的指标性案例。更有不分党派308位立法委员，他以联署质询、公听会、协调会、记者会的方式来指出国税局的违法。然后台湾和国际也有上百位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正义声援，一再的呼吁说，政府你要落实转型正义，你要督促财政部跟国税局，然后来依证据认定这个赠与的事实，来撤销违法的税单。我们有观察到说，最近有一些案例也是冤税案例，然后国税局他愿意认错，而且主动的更正处分，解消民怨，平反冤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也在此呼吁说，国税局你要撤销违法的税单，然后返还被违法拍卖收归国有的太极门修行圣地，然后还太极门师徒一个清白跟公道。谢谢蒋律师精辟的分享。我们当然也乐见机关单位能够勇于认错，还给人民清白，以及减少行政诉讼所花费的时间跟金钱。更重要的是，行政单位要能够依法行政，这个才是我们应要有的正直清廉的行政单位。接下来我们请林会计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太极门在81年度综所税行政诉讼上还遇到的哪些问题。林会计师请。刚才就蒋律师所讲的太极门案遇到的行政诉讼问题，我就再做简单的补充。刚才蒋律师有讲到，在81年综所税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受命法官黄淑玲有应该回避没有回避的违法。受命法官黄淑玲在审理81年综所税案的时候，开了3次准备程序庭，并结束准备程序，预备开延迟辩论庭的时候，却被调离本次审判。而接任的徐武峰法官没有再开准备程序庭，就直接进入延迟辩论庭。
在一般的诉讼的合议庭有3位法官，审判长会指定1个人为受命法官，准备开准备程序庭。准备程序庭的重要性在于先整理案情，还有审理方向，也就是争点整理与证据调查。在实务上，最后写审判书的也是受命法官，而不同的受命法官对案情的看法很有可能是大不相同。所以当事人可透过准备程序庭当事人可以透过准备程序庭来的争点整理还有证据调查的方向来准备诉讼。但是在81年中所税案在结束准备程序后，换了受命法官，却没有再开准备程序庭，让当事人措手不及，处于不利的情况。尤其那时候，也就是在将近20年前，行政法院的法官很多都是偏向国税局，使得人民无法好好准备诉讼来说服合议庭，这个就是诉讼权很严重的被侵害。再来就是太极门税务救济中有一个证据叫做函查表，是国税局遵照财政部5次撤销违法税单所下的意旨。国税局为了厘清细征所得性质是不是赠与，而自行设计内容取样所发出的。然后呢，最后206名的受函查的太极门弟子都回函说进司礼是赠与，没有人说是学费，可以证明说这个函查表跟代证事实有很大的关系，很重大的关系。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我这边讲的函查表跟我们之前讲的101年的声明表是不同的。这个函查表这个证据是在更早之前就出现了，而中区国税局对这个有利当事人的证据，也就是这个函查表，竟然呢蓄意隐匿，在诉愿阶段没有随卷随这个案件付给诉愿委员会审酌，且在诉愿答辩书谎称进司礼说赠与的就只有5个人，误导财政部做出错误的诉愿决定，驳回掌门人的诉愿。除了谎称函查表回函仅有5人是赠与之外，中区国税局在诉愿答辩书并没有任何新证据，却造成财政部虽然在前5次撤销违法的税单，而因为这个隐匿的这个事情发生，首次驳回掌门人的诉愿。也就是说，如果国税局没有隐匿函查表，太极门的税务案件根本不用进入行政诉讼，在诉愿决定的阶段就可以解决了。可见函查表是那时候本案的关键重要证据。在刑事法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监察院都认为函查表资料是重要证据，尤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在85年中所税案的判决书也质疑国税局，既然你当初发出函查表，而且有回函，为什么没有用这个证据来解决那个细征所得的争议？而且国税局说函查表资料没有参酌必要，却没有合理说明。但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在审理时，中区国税局仍在法庭上公然谎称函查表回函称赠与的只有5人。掌门人提出申请调查证据状，请求法官命国税局提出函查表。掌门人并续后就是后来5次有再提出申请，但是全案在延迟辩论前历经将近1年，国税局始终没有提出这个函查表。国税局明显的隐匿重要证据。但我们很遗憾，最后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在93年的判决书上只有这样一语带过。他怎么说？他说函查表的资料跟名册跟代证事实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审核的必要。那我大概跟大家再整理一下这个函查表的重要性。那请放投影片。也就是一样的证据，85年中所税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获得重视，而太极门能获胜诉。在监察院，这个证据获得重视，
而认定国税局是违法的课税。在刑事法院，这个证据获得重视，而认定净司理是正语。但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在掌门人4次提出申请调查，还被刻意忽略，而让81年中所税案在40审败诉。20年前在行政诉讼体系，要胜诉本来就很难，要在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律审翻盘就难上加难。所以这就是81年中所税案在诉讼上所受的对待。我们在司法节谈这个案子，我们的司法体系不该有所反省、有所改革吗？我就先分享到这边。谢谢林会计师的分享，在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刚刚所提到的什么瑞士山庄位于汐止的瑞士山庄呢，原来就是太极门掌门人规划给弟子们修炼身心的场所。从民国86年起呢，他就被查封了，被国税局禁止处分，经历了将近24年，直到109年的8月25号，政府才归还了瑞士山庄。当时呢，知名的电影呢还取景瑞士山庄呢来拍摄它的美丽庄园。可是现在呢，这已经变成了残破的废墟，成为台湾在后威权时期人权遭到迫害的不义遗址。所以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段由国际权威的社会人权专家在司法节前夕亲访1219不义遗址的特别报道，慢慢请。2020年获得美国宗教社会学学会颁证终身成就奖，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荣誉教授艾琳巴克，在研究太极门假案的过程中，分享他对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太极门的印象。It's both happiness to see such wonderful people, obviously the result of your work over the years, and how they have obviously grown into a family of love and determination, and I found that very moving. 司法节前夕，艾琳巴克教授协同寒冬杂志总编辑马西莫·因特罗维吉博士，在1月7日参访太极门1219事件不义遗址汐止瑞士山庄。原是太极门掌门人预计规划作为太极门弟子锻炼身心、传承文化的场所，却历经侯宽仁检察官、国税局、行政执行署等滥用公权力，冻结禁止处分，超额查封将近24年。曾经是梦幻气派的欧式城堡，归还的时候已经变成难以整建的废墟，成为台湾在后威权时期人权遭迫害的不义遗址。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致辞时表示，斑驳的遗迹所刻画出来的，不仅是本门受冤修行人弘法宏愿受阻的历史，更是一面映照出台湾人权蓬勃发展的镜子。是否能本着以民为本的精神，拿出除错的勇气，更正错误，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也影响着万千大众。受国际公认最具权威的社会学家与人权专家艾琳巴克教授与马西莫·因特罗维吉博士，在象征正义之剑的太极门1219事件不义遗址纪念碑前，亲手种下台湾原生种台湾翠柏和兰屿罗汉松的树苗，象征重生与希望，期许种下人权希望之树，凝聚正义的力量，让人人都能享有自由与人权。 Swiss mountain villa, that was just so sad and unnecessary. I think there must be very, very few people on this earth who want such things to have happened. And yet it happens. And just as the terrorists, a few terrorists, can upset a whole lot of good people, and you require so many, many people to say, no, this is not right. Don't give up. Keep fighting.
The Taijimen case is a domestic case with an international meaning. As Taiwan is entering into a new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that's perhaps is a renewed opportunity to put things right and to solve this old case, which will be highly beneficial for the image of Taiwan. If the Taijimen win, they win not only for themselves, but for religious liberty and freedom and justice and conscience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 is the perfect historical moment with international problems, but also a new administration that is inaugurated to solve the Taijimen case. 太极门1219事件被监察院列为台湾重大人权指标案件。民主人权是台湾立足于国际最珍贵的价值。2024大选即将到来，如果能够选出愿意积极面对与终结所有妨害人权与不义案件的良心政府，将成为世界民主人权的典范。记者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从影片上可以看得到，瑞士山庄的残破不堪，根本就无法使用。而行政执行署呢，拍卖了太极门在苗栗的修行道场预定地，还给大家是什么？是一个残破的瑞士山庄跟高雄的赖南街道馆。这些被政府公权力破坏的真实状况，也在2023年的12月19号首度公开。这也是台湾第108个不义遗址。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被公权力迫害的案件发生了。接下来，我们欢迎请小贝继续为我们分享太极门的瑞士山庄对于小贝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宝贵回忆。小贝，请。刚刚我们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瑞士山庄，这座山庄呢，也是让我充满感触，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当初我的阿公、爸爸、哥哥跟弟弟都有利用他们6日的时间，跟着其他的师兄师姐一起到山庄协助整理、协助建造。那时候的我对山庄充满了憧憬，期待着山庄可以完善的那一天。我可以跟着我所有的师兄师姐，跟着师父师母一起在山庄同乐的画面。但是我始终呢等不到这个画面，因为一位违法滥权的检察官侯宽仁，彻底把我的憧憬、把我的梦想、把我的美梦给彻底摧毁了。2年前，我重新跟着哥哥再次踏入了瑞士山庄，映入眼帘的画面真的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废墟。它真的就变成废墟了，屋顶、墙壁残破不堪，树根都长到墙壁里面去了。现场也是杂草丛生，甚至草都长得比人还要高。我看着这一些，心中一直想着，到底我们还要花费多少的人力、多少的物力、多少的财力，才有办法让山庄重新恢复成可以居住的样子呢？心中在整理的过程，真的也是百感交集。现场还有一些资深的师兄师姐都会跟我说，这一块地当初是你阿公建造着，这一些台阶当初是你的爸爸跟你的阿公还有你的舅舅一起砌出来的。我听到这一些，心中真的是一阵心酸，真的是很难过，眼眶真的都泛泪光了。这一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师母跟所有师兄师姐的心血。那现在我的外公也没有办法等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了。他当年砌的墙、砌的砖、砌的台阶，也没有办法重现了。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要是你的家园被一位违法滥权的检察官，还有不合时宜的法治体制弄得残破不堪，你心中会有什么感想？会有什么感受呢？真的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亲眼看过那样的场景，真的没有办法体会那种痛到底是有多痛。德国欧斯纳布鲁克大学驻台教授，也是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连福荣教授曾经就说过，台湾的税法其实是个恶法，祸害之源。
在去年的12月8号，也有一群年轻人站上街头，站在立法院群贤楼前面，结合法税改革联盟、平反1219行动联盟等，高喊着要生权、要正义、废除货物税、删除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励金、执行奖金，拒绝被剥削。现场呢，也有会计师、律师等10多位专家学者到场声援。不分党派的立委也有6位在现场接受陈情。年轻人牺牲自己玩乐的时间，选择站出来，就是因为他们都看不下去了。物价年年在涨，但薪资的幅度抵不过物价上涨的指数，每天都在为钱奔波，让生活过得毫无品质可言。想买房也买不起，想结婚生子也担心没钱养小孩，也造成了现在年轻人只想躺平的异常现象。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下去，我们台湾还会有未来吗？蔡正安教授就曾经说过，财政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合时宜的税，每年课那么多的税，达成课税绩效就可以领奖金，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这叫做组织贪腐论，是结构性的以公权力去侵犯人民，还可以拿奖金，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早在2004年，朱兴宇等立委就已经提案废除茶税奖金，但是财政部每年却还编列的1.3亿的税务奖励金自肥。蒋玉琴律师也曾经表示过，没有法源的税务奖励金、执行奖金并不合法，可能会引起税务官员的贪念，造成滥开税单。指标性的案件太极门案件就是一个案例。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呢，虽然他的任期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呢，在他上任的第1年就喊出要转型正义。什么是转型正义呢？著名的意大利宗教学家马西莫在2021年9月21日，在寒冬杂志上面呢，曾经发布过一篇民主、转型正义与太极门案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指出转型正义包含了4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进一步的侵害人权。第2，严肃的查处过往的罪行。第3，严惩肇事者。第4，赔偿受害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带给受害者一丝曙光，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如此哦。因为在我们台湾呢，处理的时间呢是在1992年11月6号以前的侵权行为，但是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进程过程当中，最严重的侵权整数是发生在1996年的时候，太极门的案件就是当时候政治氛围下的受害者。那以这样子的时间来推算，我们离转型正义还差一大步。谢谢小贝的分享。各位啊，年轻人遇到的低薪、通膨、国债高举，而政府呢，这3年来呢，都是税征都超征超收。根据财政部近年呢公告的我们去年超征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各位观众啊，我们去年征收超征了3617亿元，这个啊已经是连续第3年的超收的这个税款了。超收的金额呢，同时也是历年的第3高。主计总处啊发布了2023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呢是 2.5%， 其实也是连续2年超过了通膨的警戒线，警戒线是 2%。 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食物越来越贵？以食物来看， 4.3% 的通膨涨幅最大，相信大家吃饭的时候都非常的有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请阿健老师说说看，他对于我国司法与税法到底有没有对人民人权有所保障？我们欢迎请阿健老师。我从小呢一直都相信台湾是个讲法治、民主自由的国家，学校的老师也都教导我们，台湾是个有人权、讲民主的国家。甚至我们国家在2019年12月10日组织法3读通过国家人权委员会，2020年8月1日正式设置在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揭牌成立。当天呢，蔡英文总统还出席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揭牌典礼。蔡英文总统呢，当时表示，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台湾终于设立了符合联合国巴黎原则的独立人权机构，然后往人权立国的理想更加靠近，让我们能将台湾对民主、自由及人权的重视分享给国际社会。他期盼国家人权委员会呢，在监察院的监督的传统上呢，进一步达到人权促进与保障的层次，让国家的人权机制呢能够更成熟，社会的人权观念呢能够更深化。蔡总统的致辞呢，还有表示从今天开始呢，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将正式开始运作，这是我国人权保障的里程碑。他感谢监察院的邀请，让他见证历史性的一刻。蔡总统在国家人权委员会揭牌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虽然立法院呢即将成立什么修宪委员会啊，展开修宪的讨论，但不论未来国家体制如何转型保障及促进人权、接轨国际人权的标准呢，都是政府不变的目标。蔡总统他所说的话犹言在耳，但是反观我们政府对于太极门的冤错假案超过了27年，却仍置之不理，也不想解决，我才深深体会到，原来台湾的政府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面功夫而已。除了政府对于人权的漠视，台湾的司法与税法存在有很多的问题，再加上行政救济的失灵简直让人权在台湾是雪上加霜啊！人民要走行政诉愿，都还没有确定税单是否成立人民就要必须先缴纳税额的一半，或是提供担保，否则就会被强制执行要不然就是被限制出境。行政法院呢，行动就是败诉法院嘛，人民他只有6%的胜诉率而且就算胜诉也是发回原处分单位，另为司法之处分。国税局呢改金额再发出税单，形成违法税单呢万年不死。那这样的人民就算是胜诉，也就等于是没有赢啊。太极门案中呢，政府各种的违法乱纪都被我们遇到了。难怪学者要说呢，太极门案是台湾法税的照妖镜，各种违法以及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呢，我们都经历了。太极门案呢，凸显了台湾的法税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台湾法税呢，需改革才会有未来。否则，像太极门这样明显的假案，行政官员故意强抢民产执政者呢也不作为，方任官员呢欺压百姓。未来法税改革之路，我们会坚持到底，台湾才会有希望，人民才能会有未来谢谢阿健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支影片，这是在去年的1219当天凯道游行的活动报道。这是太子门弟子跟着往生弟子的照片一起上凯道讨回公道。这场活动的诉求是坚守财政纪律，废除税务奖励金，废除货物税等不公不义的税捐，平反税务的冤错假案，终结威权的迫害。麻烦请。台湾129事件27周年，平反119行动联盟、法税改革联盟、税改青年阵线等近20个民间团体发起拒绝躺平还我未来大游行及关键时刻抢救台湾凯道之夜，超过7000人民、17国人士及各党民代集结在凯道。欧美5国多位学者也以影片声援，呼吁政府坚守财政纪律，去除国家暴力，平反1219。Whether or not the Taijimen case will be solved will also be an historical event. But if the case is not solved, it will continue to taint and spoil the democratic image of Taiwan. 在拒绝吃大面乐团再出发爱比亚加牙的歌声中，全场情绪沸腾，志工以唢呐吹响将军令，台上台下敲碗齐喊，表达人民坚持正义、抢救人权、永不妥协。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抢救台湾，抢救台湾。我们拜托政府赶快一次性的解决，好不好？好，赶快还给人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权益嘛。就是赋税正义啊！活动焦点3.5米大型正义之剑立碑点灯仪式，是复刻太极门1219事件不义遗址纪念碑，邀请法税专家学者、白色恐怖受难者等各界人士一起点亮凯道，揭发台湾司法与税法的酷刑，带动现场全民捉鬼，斩除政府部门内鬼，和今任总统能手持正义之剑，终结国家滥用公权力迫害人权。我们一起来消灭我们的黑
新轨哦，终止威权迫害，终止威权迫害。它是应该是很幸福的地方，但是整个都被摧毁掉，所以很难过。太极门案其实就在1996年1219当时之后，史业生就有讲，整个案件跟税务没关，其实都是一个人在主导，就是侯先生在主导。刑事案件经过3审法院都判定太极门无罪、无漏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在监察委员调查之后呢，认定侯坤仁在侦办太极门案中设有8大违法。那98年监察院也调查国税局针对太极门的这个税务案件，也认定了有7大违法。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他不肯承认错误，不去纠正以前的错误，那这个政府永远都不会变得更好。1219事件是台湾民主一道巨大伤痕，历经4位民选总统，高达上万家庭遭受人权迫害超过1/4世纪。当天，海内外太极门弟子也带着受难家人的照片，一起上台道讨公道，跟我们一起要求平反。我的先生在国税局遭受到阿寿的围攻，倒下脑震荡。我这一辈子无法忘记，在税捐中还会惊醒。他是一个农民，他一直觉得说，他拼死拼活，用他的生命守护的这个国家，竟然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为了正义，为了税负，还有下一代的未来，这是爸爸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爸爸，我跟你说，你在天上的那一道光呢，就是指引我们继续往前，然后你在天上继续的翱翔，驾着你的空军1号。我相信，因为今天我带着你上来，今年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站在这里。陈菊院长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在追求的就是人民可以没有恐惧的生存。那我们想要问问陈菊院长，为什么一张假的税单让太极门师徒恐惧28年，一直到今天司法院、行政院、总统府、考试院都接受我们的澄清，为什么号称人权院的监察院不接受我们的澄清呢？但是我们的师兄姐提出这样的质询，监察院才接受我们的澄清，这个让我们觉得痛心疾首。我们一定有法律的依据，刑事程序法117条、税捐稽征法第28条都是解决途径。我们没有忘记出发的初衷，那是要对前滥权起诉的侯检察官和滥权课税的国税局讨回公道，撤销不公不义的税单，交还违法课税征收的道场用地，寸土不让。在此要郑重宣示，不信公理换不回，不容正义尽成灰。人民期盼平反台湾1219事件，证明台湾民主法治精神昂首活着，真正保障自由与人权。记者宋佳琪台北采访报道。如同刚刚的影片所说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陈金生他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忘记历史，就永远没有办法照顾好国家的子子孙孙。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办法回顾历史的能力，他也没办法创造一个未来美好的国家。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转型正义。如同太极门所追求的也是税的正义。法税的改革需要靠我们全民一起来，我们也期待真正能够落实转型正义，让转型正义不再只是口号，能够真正的让正义得以伸张，让受害者能够得到平反以及补偿。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继续的请各位的来宾为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个总结以及您的期许，麻烦请。作为一个职业超过30年的律师，我自己非常深刻的了解说，一个法官他要
引用2公约来判决人民胜诉，维护人民的权利，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是非常多倍于平常你只要简单的驳回人民这样子的判决了。可是如果不做，台湾的人权就永远无法进步。因此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所强调的良心，事实上是保障人权的关键，也是我国改革的良方。我在此要呼吁说，所有的法官，您秉持良心，做成判决，维护个案的正义，落实人权保障，导正行政机关的观念，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民主国家。太极门不是补习班，但在81年中所税案还是被以补习班名义被政府蛮横的课税，并抢夺修行圣地。武传武术气功修行门派被侯宽仁检察官还有国税局污指为补习班，这个根本就是指鹿为马。指鹿为马这个典故，相传是秦朝赵高害死李斯后，秦二世任命赵高为中丞相，朝中大小事都由赵高决定。虽然赵高大权在握，还是害怕群臣不肯服从，于是有一次就牵着一只鹿在群臣前献给秦二世，说这只鹿是一匹马，他想借此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秦二世以为赵高在开玩笑，便问左右大臣，大臣有的低头不语，有的马上附和赵高说这就是马，来迎合赵高。而秦王竟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却相信了奸臣的说法。以古奉今，若污指太极门为补习班的侯宽仁及在本案国税局官员是赵高，而不敢解决太极门冤假案的台湾主政者，难道是秦二世吗？而明知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却附和侯宽仁及国税局官员，或不敢作声的法官及政府官员，更代表着国家官员蛮横无能及怕事的心态，则这个国家的前途就令人非常担心了。我们衷心期待新政府能坚守公理正义，彻底还太极门师徒清白。感谢大家的聆听。政府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人民、服务人民，他们的权利也是人民所给予的，更应该要以民为主，以法为规，才能为自己的人民创造福祉。在整个太极门的案件过程当中，不论是刑事案件也好，税务案件也好，依照台湾现有的法律条文之下，都有可以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的机会。或许一个国家要由非民主体制转型为真正的民主体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会走得很艰辛，但这也是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勇敢面对的一个部分。期待我们的政府能更有勇气落实转型正义。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论史上最荒谬人权迫害案件。我觉得呢，太极门案自1996年12月19日被司法迫害人权，至今已经超过了27年喽。我认为这是台湾自民主立国以来史上最荒谬的人权迫害案件。昨天刚刚选举完了，我希望呢，新上任的执政者可以拿出你的良心与诚实，真正解决这件超过1/4世纪的史上最荒谬人权迫害案件。我也期许自己现在是一位国小老师，我一定要更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好好教导我的学生要有良心与诚实，做对做好的事情。希冀我的学生将来都能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成为一个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有帮助的人。同时呢，也呼吁这些没有诚信、违法犯纪的政府官员能够找回你自己的良心，知错能改，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好榜样。谢谢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节目的来宾。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一个案子，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告诉大家说，如果太极门案件能够解决的话，到底能够带给台湾跟世界有哪些的影响跟好处？我们来听听看国际的专家学者是怎么说的。慢慢请。The sad long story that we now call the Teichmann case began many years ago. On December
19th, 1996. Even if all levels of the Taiwanese justice cleared Taijiman of all false accusation, the consequences, political, personal, economic, and spiritual consequences of that case are still going on after so many years. Taiwan can simply not afford this. Taiwan cannot afford this fault on its democratic reputation. It must solve that case now. It will be very much beneficial for Taiwan, for all the friends of Taiwan as we are, and of course for all the Taiwanese citizens, among which the Taijiman movement. What happen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Taijiman case in December 1996 was a historical event. Whether or not the Taijiman case will be solved will also be an historical event. If this case is solved, Taiwan will affirm its democratic credentials. But if the case is not solved, it will continue to taint and spoil the democratic image of Taiwan. Either way, December is a month of history for Taijiman. It is a month of history for Taiwan. It is a month of decision crucial for Taiwan's future, for its image, and for justice to be rendered to Taijiman. December 19 is a day of sadness because it's been 27 years since Taijiman was the victim of a large-scale police operation on unfounded charges of tax evasion. It is a day of sadness because Dr. Hong and his wife were illegally imprisoned for several months before being found innocent of all charges. But the day after, December 20, is a day of hope because it is the UN Day of Solidarity. Solidarity of dozens of thousands of Dizi, solidarity of scholars in religious studies, solidarity of defenders of religious freedom, solidarity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with Taijiman. Across the country borders and across the generations, a chain of solidarity has been created and has grown year after year to support Taijiman protests and their fight for justice. Not only does the chain resist, but it gets longer and stronger with the passing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Hi everybody. The solving the Taijiman case hold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positive impact both within Taiwan and globally. Taijiman, with its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motes values of harmony, pea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y resolving the case, Taiwan can showcase its commitment to upholding human rights and fostering a society that values divers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ly, Taijiman serves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contributing to global efforts in promoting wellness, mindful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traditional practic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case can pave the way for collaborations and partnerships, foster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enhancing Taiwan's soft power on the world stage. Furthermore, the case resolution may inspire other nations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contributing to the broader global dialogue on these critical issues. Finally,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if the Taijiman case will be finally solved,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we could learn from it as a global community is that with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anything can be achieved and nothing is lost. For us Muslims, patience in the Quran is described like a horse that never gets tired, an army that can never be defeated, and a strong fortress that can never be breached. Patience and victory are twin brothers, for victory comes with patience, relief comes with distress, and ease comes with hardship. Patience is of more help to the one who has it than man, as it helps without any need for equipment or number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victory is like that of the head to the body. These, in summary, are the value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Taiji case can inspire, with the aim of making the world a more harmonious place for everyone. 谢谢。 Taijimen embodies more than a mere mental or physical lifestyle. It stands as a paragon of unwavering integrity,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hat transcends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and exerted efforts. The organization has steadfastly proven its innocence. B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utmost integrity and resisting succumbing to a corrupt tax system, Taijimen refuses to endorse corruption. Such a stance not only serves the greater good of Taiwan, but it also preserves the integrity of those who stand firm against unethical practices. Successfully resolving the case against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could, in turn, become a compelling narrat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llustrating the triumph of integrity over compromise. December is a sad month for Taijimen as they remember the beginning of their unjust persecution in 1996. It was a human-made disaster, and sometimes they are worse than a natural disaster. However, human-made disaster can be rectified. Solving the Taijimen case would not only restore justice to Taijimen, but also improve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aiwan that had been severely damaged by the case. December 19 is a very important date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because it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history of injustice against the Taijimen. The Taijimen have demonstrated bravely for several decades their commitment to justice and peace. Resolving this case once and for all w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demonstrate that it will not allow corruption to continue to harm its citizens, and it would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aiwan,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defender of freedom, is capable of self-criticism and correcting its mistakes. On this significant day,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jimen case, I would like to reflect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and benefit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is case could bring to Taiwan and the world. First, the resolution of the Taijimen case would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understanding. Taijimen is not just an organization. It is a guardi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articularly the ancient art of Tai Chi. By allowing Taijimen to flourish without legal burdens, Taiwan will enable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Seco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Taijimen case would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By demonstrating a fair and just legal system, Taiwan can show it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cultural and spiritual organizations, thereby gaining respect on the global stage. Third, Taiwan's proactive resolution of the Taijimen case could set a positive precedent, inspiring other countries to protect and support similar entities and fostering a global environment that valu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piritual pursuits.
Finally, the resolution of the Taijimen case would exemplify the strength of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A fair and just legal resolution not only upholds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ut also reinforces Taiwan'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I remember very well my first visit to Taiwan. It was in 2011, and I'd been invited to attend a conference, and this was held in a small native village in the mountains. I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with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its delightful people. Furthermore, on the journeys from and to Taipei, I passed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temples, shrines, and churches, and saw large roadside hoardings advertising the presence of a number of religions that I had heard denounced on mainland China as Seixiao,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evil cults. Subsequent visits reinforced my impression that Taiwan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that rather than censoring minority religions, it actually celebrated diversity. But then I was informed of the discrimination that Taijimen had been and still is, I gather, experiencing over tax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s been officially cleared of all wrongdoing. This is a very sad state of affairs, not only for Taijimen, but also for Taiwan. I most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matter can be sorted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reby restore faith in Taiwan's democratic functioning.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have, after all, so much to offer not only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example. 太极门案已经8度送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起了国际的高度重视。各界都在看我国政府是否能够勇于面对解决太极门的税务冤案。小英总统，你的任期还没有结束赖清德总统，你要准备接棒，民进党将再次执政。各位，太极门案件是个政治整数的案件，更需要有魄力的总统能够解决这个案子。呼吁两位总统在其位能够谋其政，为人民奋斗，不是继续逃避，不敢面对过去发生的错误。虽然说司法改革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政府有决心，全民共同来监督，勇敢发声，我们还是能够加速司法改革。因为唯有执政者顺从良心，真正的以民为主，落实人权，这样才能让台湾能够得到一个更公平、更安静、更干净的司法环境。让我们彼此鼓励，透过正向的信念以及无比坚定的勇气，坚持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以及支持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全民公审，我们下周见，谢谢。